姐姐们，我看到姐夫的坟包好像动了一下。大白天的，说什么胡话！柳商惠这个人渣，现在已经下了18层地狱，被阎罗王反复有斩。我重生了。身份识别中，宿主重生的身体原名柳尚惠，是村花李如烟的痴情舔狗。为此败光了粮食与家财，最终被妻子赵如意推下山崖，两人同归于尽。这就是原主的5个小姨子，原主为了筹钱舔李如烟，差点将他们5个卖了。咋还重生穿越到一个畜生身上？哎，算了，先拔出去再说吧。这是什么？恭喜宿主获得神农保平系统，只要每获得小姨子3点原谅值，就能催发一次保平的神力，施展神农奇迹。这么爽！冷静。我在崖底捡到了一颗神仙丸，纸包上写着把它喂给活人就能换一条命，咱们把它送下去，把姐姐换上来。捡的，这能行吗？我本来也不信，但是柳尚惠都活了，我们不妨一试，万一能把姐姐换上来呢？上！姐夫！你们这是……不可以，不可以，这有悖伦常，而且就在你们姐姐墓前，这……姐夫吃药了。这是什么？我不是武大郎，我不吃药！快把这个药丸吃下去！你去投胎，把姐姐换上来！救命啊！为了换大姐回来，你喊破喉咙也没有用。我知道我以前对不起你们，更对不起你们大姐，但是我发誓，我一定会改过自新的。别废话，赶紧吃！你们听我说，你们听我说，我这次复活回来就是为了补偿你们的，而且当今这个世道，只有男人才能获得田地，我死了，田地就得充公。你们没有田地吃什么呀？三姐，她好像说的对啊，她要是死了，我们就没田了，那我们不也得饿死啊？那也不能就这么便宜的。等着。你把他给我放下。官府哪知道他是个男人，还是个阉人。我向你们保证，我以后一定会让你们衣食无忧的，否则天打雷劈。当10年太监。你以后要是再敢做对不起我们的事，你柳家的根就别想要了。二姐、三姐，看在他发毒誓的份上，就暂且放过他吧。谢谢，谢谢。这也太简陋了吧！但为了获得他们的原谅，还是帮他们收拾收拾吧。以往这畜生可从不就吓我的，难不成他真的转性了？有进展。
来后院干什么？我来倒垃圾的。你这是？这些年食不果腹，我只能拿蚂蚁来给他们填填肚子。你别想了，没你的份。啊！哎，你松手！你再不松手，我要叫了。穿上吧，我是你姐夫，我来想办法，我一定会让你们吃饱穿暖的。真的 ？Yes， 攒够了3天，这样就能使用宝瓶的神力了。既然是神农奇迹，肯定跟种地有关，赶紧去找个种子。找到了，快出来，有吃的了。吃的在哪儿？哪儿呢？这儿，就在这里。马上，我们大家都能饱餐一顿了。姐夫，你开什么玩笑？就这么点个南瓜籽儿，塞牙缝都不够的。这就是你说的，让我们吃饱穿暖？有病！一会儿我就让你们5个开眼。生长灵露一定跟植物生长相关，我选生长灵露。恭喜宿主获得1滴生长灵露。看好了，坑里马上就会长出够我们所有人吃的粮食了。姐夫，你是不是觉得这样耍我们很好玩啊？这怎么没起作用呢？不应该啊！趁我现在还有力气，先把你给打了，给姐妹出口气。哎，别打了！你们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南瓜，可是怎么这么大？这系统就是强大，没想到1滴灵露就能培育这么大的南瓜。还愣着干嘛？赶紧切块存起来，搬地窖去，然后拿出来一部分做饭。吃的真爽啊！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南瓜，好久没吃这么饱了。哎，没想到这大南瓜还挺好吃的。我也是，撑得眼冒金星了。我既然发誓让你们吃饱穿暖，补偿你们，就一定会满足你们。现在你们可以相信我，原谅我了吧？7点，发达了。哎，姐夫，你跟我说说呗，你是怎么憋出这么大的大南瓜的？是啊，姐夫，你就告诉我们呗。要是我们天天都能种这么大的南瓜，我们就不用受饿了。我们还可以把它拿去卖钱。说说吧，姐夫，求求你了。就靠这个。这不就是一个破瓶子吗？系统，给我兑换1滴生长灵露。靠的是这里面的灵露。如梦，取只碗来。哦。这就是让大南瓜破土而出的生长灵露。哎呀，别抢了，我都看不见了。掉我衣服上了。那怎么办啊？哎，等等，这好像也没什么变化啊，合着就是1滴普通的露水啊。姐夫，你又糊弄我们，
不想说可以不说，不用在这里故弄玄虚。信不信我们把你吊上去啊？饿你个3天，以告慰我们大姐。我看呀，现在就把他吊起来。哎，不是，我真没骗你们。二姐，我的身体好像变得有点奇怪。我靠，吞神也有用啊！柳上惠，你要害死我了！你快把我变回去啊！我就这一件衣服，要是破了，我以后还怎么出门啊？我也没想到它不仅仅对植物生效啊，而且如尘，这对你来说，并不是一件坏事啊。你别着急，姐夫再给你搞套新衣服不就行了？真的吗？一件衣服有何难的？粮食我都搞得定。我也要，我也要。你们女人啊，怎么一听见衣服都走不动道了？我向你们保证，每个人都有。说的倒是悠闲，那钱从哪里来啊？是啊，姐夫，5套衣服可是要不少钱呢。你们5个没有一个有存钱的习惯啊！我们没有钱，你不知道吗？该死，差点忘了，原主把全部家的都拿去舔村花了。我这儿还有1块铜板。1块铜板，连1石布料都换不了。五妹，等二姐再找几块布料，把你露出的部分补上。啊，那也只能这样了。1分就够了，铜板给我，我保证你们每个人都有用最好的布料制作的新衣服穿。这生长灵露和生长相关，这财宝灵露一定和钱有关系。系统，给我兑换1滴财宝灵露。兑换完成，宿主获得1滴财宝灵露。好了，这下咱们就有花不完的钱了。柳上惠，你知道妹妹们攒一个铜板有多么不容易吗？姐夫，你就算把铜板埋到土地里100年，它也长不成黄金啊！挖个坑，埋点土，数个1、2、3、4、5，自己的田自己种，种啥都长摇钱树。你们愣着干嘛？过来一起念啊，这样更灵。哦，完了，姐夫怕不是人疯了吧？我们别理他，免得呀被疯病传染了。走。哎，挖个坑，埋点土，数个1、2、3、4、5，挖个坑，埋点土。哎，快点吧，祖宗，这玩意儿到底有没有用啊？挖个坑，埋点土，数个1、2、3、4、5，自己田自己种，种啥都长摇钱树。姐妹们，你们快看！姐姐们，我没看错吧？这是一棵挂满可恶钱的树！闷声发大财，别让别人知道。三妹，你和我把姐夫叫起来。4妹、5妹、6妹，你们啊，把这个铜钱一颗一颗的都摘下来。醒一醒，快呀！
姐夫又一次证明自己了吧？我答应你们，有吃有喝有钱花，一定会带。少啰嗦，一定是我们姐姐在天有灵，保佑我们姐妹呢。但看在你在外面折腾一晚上的份上，今天晚上可以不用在外面睡，侧屋给你住。太好了，有了这些钱，我们就都有新衣服穿了。那不是我的舔狗柳上惠吗？她发财了，那岂不是等于我也发财了？柳郎，你都好久不来看人家，我都想死你了。你看，我都饿瘦了。你看，狗改不了吃屎。你看那看李如烟的开心样。他现在搞这么多钱，肯定又是为了这个狐狸精。这次我们一定要把这笔钱好好守住。难怪原主愿意为了他，老婆小姨子都不要了，这股媚劲还真是丢人。走啊，哥哥，去镇上。去镇上干嘛？你又说笑了，你又不是第一次跟人家去了，这么多人在呢，人家不好意思讲。有话直说。镇上开了一家胭脂店，里边的胭脂可好看了，可是人家没有钱买。原来是拿我当凯子啊！以前原主对你言听计从，但在我这儿不行。滚！想买啊？拿自己的钱去买。这怎么可能？你对我说什么？我说滚！怎么听不清楚啊？去村头那个郎中那儿好好支着耳朵。这还是我们认识的姐夫吗？要知道，当初他为了这个女人可是学过狗叫。确有其事，以前李如烟给他抛个媚眼，他就春心荡漾，现在居然能拒绝他。或许姐夫真的是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了。这臭农夫有点小钱还牛上了，我现在手头紧，先忍着，再哄一哄他。柳郎，之前是我不好，怠慢了你，现在就让我好好补偿你吧。李如烟，这钱是给我5个小姨子买衣服买好吃的用的，一分钱都没有你的份儿。趁我现在还能跟你好好说话，赶紧消失。柳上惠，老娘今天给你好脸色给多了是吧？让你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了。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要是不给我道歉，再给我钱花，我就再也不搭理你。哼！姐夫不会要服软吧？如果他真的敢这么干，哼！姐妹们，别心软，把他送下去，然后把姐姐换上来。反正我们都有钱了。唧唧歪歪，还敢打老子？谁给你的勇气？谁给你的勇气？这一巴掌是替我畜生不如的过去打的，这一巴掌是替我的亡妻打的，这一巴掌是替所有被你敲骨吸髓的舔狗打的。李如烟，我现在只想跟我5个小姨子好好过日子，你赶紧消失，不然就不是扇巴掌这么简单了。他居然还手了！好，既然你要跟我撇清关系，那就别怪我不讲情面。我现在就让我的座山虎哥哥来替我讨回公道。你不是想带着你的5个小姨子一起过好日子吗？我现在就送你们下去，正好带上你的亡妻一起。
你们去地府过好日子吧。错山虎，坐山虎是咱们这里的恶霸，常年欺男霸女，无恶不作。没想到李如烟和他还有一腿。快，我们赶紧走，等他来了就来不及了。这灵鹿眼下没看出有战斗类的能力，还是走为上策。以后再跟你算账，赶紧带着钱撤退，有钱在哪都饿不死。树别拿了，走。不许走！畜生，你今天要是不把钱交出来，老娘要你的命！滚开！勾三搭四的贱女人，我们走。糟了，还是晚了一步。老子看到如烟烟花升天，你们几个难不成在欺负老子宝贝疙瘩？你们几个欺负老子宝贝疙瘩！虎哥，方才奴家路过，这柳上惠不由分说想要强暴我，我为了护住孩子，拼死挣扎，可这畜生他恼羞成怒，带着他那5个小姨子一起欺负我，险些将奴家的脸打烂，还要将我先奸后杀。你胡说！明明是你想横夺我们家的财帛，你却颠倒黑白。没事，宝贝儿，老子给你做主。我没看到如烟抢钱，只看到你们无端欺负她。我这个人最讲的就是公平，你的女人打了我的女人，那我就10倍偿还。来人，给我上！是。来，扇到我宝贝满意为止。你抖一下试试。当初他从坟里爬出来的时候，就应该听我的，把他给弄死。现在好了，还要跟他一起受这个烂人的侮辱。都是二姐心软。我的新衣服还没来得及穿。虎哥，这小子可有钱了。方才我还看到他们在院子里大把大把的数钱呢。这小子这么有钱，那还跟他废什么话呀？小子，把钱给老子交出来，要不然老子今天砍了他们。姐夫是转了性子，可他不会成了守财奴，为了钱财不管我们死活吧？给句痛快话，交钱还是对你5个小姨子见死不救啊？如今我就算把钱交了，估计他们也不会放过我们。要想彻底解决眼前的麻烦，不依靠武力是不可能的。对了，上次二姐，我的身体好像变得有点奇怪。我靠，对人也有用啊！那灵露仅仅接触到皮肤，就能让如尘的胸变化那么大。要是我喝下去的话，系统，我现在还有几点原谅值？你现在还有2点，距离兑换收缴人物还差1点原谅值。想好了没呀？再磨叽，老子兄弟的刀可下去了。给钱。但钱都不在我这里，在我小姨子身上，我这就拿给你。快点儿！如星，我现在有个办法能击败匪徒，但需要你的配合。真的吗，姐夫？需要我怎么帮你？你赶紧想想这2天姐夫对你的好，然后发自肺腑的原谅我。原谅你就能解决这些匪徒？虽说这2天姐夫对我们很好，可之前的那么畜生，要我原谅他？赶紧照做，不然大家都没命了。虎哥，我看这废物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给他点颜色看看。旋风，给老子先砍一个，让他们见识见识。赶紧说原谅我，不然你4妹就死了。我原谅你。系统，给老子兑换生长灵露。兑换成功。
自量力。怪物！慌什么慌？我坐山虎混了这么多年，我什么牛鬼蛇神没见过？去障眼法，老子一头劈了你！自不量力！这就变回去了，这也太不持久了。恢复原本状态后，我不是座山虎的对手，还是先把他赶走更为妥当。滚！我们真就滚！座山虎，你这样就怕了？你回来！李如烟，接下来该咱俩好好算一账。没想到柳上惠这个舔狗突然转性了，再待下去我也拿不到什么好处，不如走为上计。看那边！跑得还挺快。看吧，有姐夫在，谁都欺负不了你们。现在该原谅我了吧？Yes， 加一起25点，这日子越来越有盼头。但怎么感觉身体这么疲劳？不会是变大后太虚脱了？姐夫，姐夫，姐夫！姐夫晕倒了，快来帮忙！赶紧把二姐和姐夫拉起来啊！来，姐夫，你可千万别死了！太爽了！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。姐夫，我们要怎么用这个钱？用倒是可以，但我怕我们用的不节制，撑不了太久。我可不想再过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了。有道理。系统，这摇钱树多久结一次钱？每月一次。我刚问过财神爷，说咱们那个摇钱树每月结一次，所以只要我们好好过日子，节省点儿，这辈子就不用愁吃愁穿了。每个月给我这么多呀，那我们岂不是一生一世都花不完呀？姐夫，你跟财神爷不会是拜把子兄弟吧？那这样我们就能过上比首富还舒坦的生活了。这院子连同这座宅子太过于简陋了吧？不如我们去买个大点的宅子，然后去县城买衣服，一人一件。买衣服！走吧，出发！出发！姐夫，这件怎么样？但你穿这一套怎么干农活呀？换一套。姐夫，我这件呢？你只要不怕被色狼盯上就行。姐夫，我俩的呢？这才正常嘛。姐夫，这件穿着好凉快，我想要这个。赶紧换，旁人看见了还以为我把你卖进青楼了。快！时间不早了，咱们买完衣服，赶紧去看咱们大宅子。知道了。
女儿，你吃包子。那不是柳少慧跟她5个小姨子吗？他们好像个个都穿了新衣裳，还买那么多名贵的食材，难道是一夜暴富了吗？那小子恨不得把5脏6腑都掏给你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柳尚惠那小子，这些年来看似对我掏心掏肺，实则只是装穷骗感情罢了。娘，你有所不知，在他院里有一棵摇钱树，那树上结满了铜钱。前些天我只是让他送我一些定情信物，谁知道他却和他5个小姨子轮番羞辱我，还险些将我的脸打烂。娘，你可得搞定他，他的钱只能给咱们花，给那些小死丫头花，成什么了？这个我喜欢。站住！这不是王婆吗？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哎呀！好你个天杀的柳少慧，你不是人呐！你玩弄我女儿的青春和感情，转头就把她一脚给踢了，踢了也就算了，你还毁了她的容颜，你简直是禽兽中的禽兽啊！大伙儿快来看呐，禽兽啊！快去看！这男的，你们这是碰瓷？哎呀，这3年本就生活不易，没想到竟然还有这种事情发生，这对母女太惨了。本来女人在这世道就生存不易，竟然还被这渣男如此玩弄。这李如烟是上次吃瘪没长记性，拉着他老娘合伙来道德绑架我，还要讹我钱。李如烟，我昨天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咱们一刀两断，赶紧让开，别影响我和我的5个小姨子逛街的好心情。死丫头，还不赶紧唱白脸去啊！难道让你老娘我一个人在这干嚎啊？娘，这肯定不是柳郎的本意。柳郎，你就再给人家一次机会嘛。这娘俩一唱一和的，还真有煽动力。要是原主的话，估计1秒钟都顶不住。姐夫，你难道又要被这狐狸精给蛊惑？哼，男人果然都是靠不住的，见色就会起意。柳郎，之前不是我不喜欢你，只是奴家太慢热了。你要是心急，去客栈，奴家今晚就把最珍贵的东西交给你。最珍贵的东西就是奴家的第1页。这小子上钩了，跟我们娘俩斗，你还太嫩了。哎呦，我可怜的女儿啊！柳少辉，你这个王八蛋，你今天必须给我女儿个名分，要不然老娘做了鬼也不会放过你的。姐夫，你不会真的要给这个狐狸精名分吧？那我们岂不是要流落街头了？畜生！今天你不给人家一个名分，你配当男人？呸！败类！好啊，那你就先证明你还有那个东西，而不是早些失身给座山虎，怀了他的孩子。啊，对呀，当初座山虎来找麻烦的时候，李如烟明明亲口说过，她怀了座山虎的孩子。你一个怀过别人孩子的女人，哪来的第1页呢？就是，你们少胡说！本姑娘清清白白，怎么可能还没嫁人就怀了孩子？你们少在这里污蔑我！这么痴心的姑娘，可是遇到了绝世渣男。听说这个男的叫柳少辉，为了霸占5个小姨子，连自己的老婆都给弄死了。这个畜生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！姐夫，眼下众怒难平，我们就算我怀了座山虎的孩子能怎么样？反正才1个月，根本不显坏。柳尚慧，你今天要是拿不出我怀上别人孩子的证据，你就必须给我个名分。还有，我要你和他们
一刀两断。哎呦，乡亲们呐，今天大伙儿可要给我女儿主持公道啊！真不过人血，要是不戳穿他们，我跟几个小姨子怕是在这村里再也待不下去了。必须得想个办法。有了，那我就让他肚子立刻大起来，岂不是就能直接推翻他们娘俩的山洞了？各位乡亲们别急，我现在就给李如烟一个交代。系统，给我兑换一滴生长灵露，快！能量值消耗3点，生长灵露兑换成功。李如烟，我决定补偿给你，来，把手伸出来，我给你个宝贝。宝贝？我家摇钱树还有另外一颗种子，我把它交给你。真的啊？今天真是赚大！要是我家后院有一棵摇钱树，那我岂不是有10辈子花不完的钱了？柳郎，果然，你还是心里有我的。姐夫，难道你真的要把摇钱树给这个狐狸精吗？不可以！滚开！我跟你们姐夫说话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柳郎，快给我吧，人家已经等不及了。这棵发财树的种子需要特定的灵液激活，才能发芽。你把手张出来，你把它含在嘴里，才能保证它不挥发。来，张嘴。柳少慧，难道你还喜欢那个骚狐狸？你对得起我们，对得起大姐吗？姐夫，你忘了他之前怎么对你和我们的吗？你怎么这么轻易就给了他？姐夫，你真让我太失望了。种子给我。好，种子啊，这就给你。柳少慧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的肚子好疼，我的肚子好痛。你不是说让我找到你怀了座山虎孩子的证据吗？现在证据有了。这是羊水，这女人又生了。如烟，你这肚子，你把第一次给座山虎不是上个月的事儿吗？就算怀孕，也不可能这么快就生了呀。是啊，怎么可能呢？一定是柳商会，他给我递的东西里有毒，他想害死我。李如烟，你刚才口口声声说要把第一次给我，你给我的是想让我第一次喜当爹。原来我们都错怪姐夫了。就算我撒谎，就算我骗人，你也不该坑害我肚里一个月大的孩儿啊！你比我和座山虎还要狠毒，下次那你现在是承认你肚子里的孩子是座山虎的了？我跟你为的是送子观音赐下的宝物，能让胎儿一夜长大。各位乡亲们，这个女人怀了恶霸座山虎的孩子，却要我负责，你们评评理，这个女人要不要脸？不要脸！原来我们都被骗了，是这个狐狸精在蛊惑咱们。就是，害得老娘差点冤枉好人。我呸！不要脸！真不要脸！救我解释！走吧你！跑得还挺快，终于摆脱这个狗皮膏药了。走，我们去找个饭店庆祝一番。小二，把你们这儿的好菜好饭都拿上来。来啦！哎，姐夫，尝尝。完了！虎弟，怎么回事？谁把你吓成这样？
柳上惠，她怎么过来了？嗯，这不是你说的李如烟那个女人的舔狗吗？你怕个屁呀！她跟之前不一样，这小子不知道在哪儿学了个妖术，能变钱，能变凉，还能变大。这上次我带人在他家吃了大亏。你说你长得五大三粗，你个怂货，怎么跟我混江龙混？他那5个小姨子，我倒是缠了很久。正好，借着给你报仇的机会，让他们连人带钱一并夺过来。怎么了？突然感觉身后一阵寒意。难怪冤家路窄，竟然碰见了座山虎。姐夫，我们把菜品打包好回家吃吧。看着这家伙着实倒胃口。走，回家。走。正好小弟们都在路上，咱们到镇上路口把他们截住，一举拿下。站住！哪儿去啊？现在乞丐都这么霸道了吗？讨个饭都搞这么大阵仗？放屁！瞎了你的狗眼！这是我大哥混江龙。刘长惠，前几日你伤了我虎弟，今天我一定让你10倍偿还。这人看起来比座山虎可猛了不少，看来得小心应对。我大哥混江龙，江湖外号千人敌，万人敌。小子，你要想留条狗命，老子给你个机会，跪地上磕3个响头，扇自己6个嘴巴子，然后从老子裆下面穿过去，老子就考虑放了你。给我虎弟道歉，再把你5个小姨子交出来，山上的女人我早他妈玩腻了，你们5个我全都要。呸！座山虎，你还有脸出现在我面前？当初是怎么灰溜溜的滚出我们家的？狗仗人势的东西！当初就是我姐夫心慈手软，就应该让你当时投胎，就当为这个世界除遗憾。姐，小娘们嘴还挺硬啊！这混江龙果然棘手，要想解决他们，可得好好想一想对策。大哥，别轻敌，这小子花招多得很，别让他拖延时间释放妖术，到时候变大就不好办了。放屁！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一切妖术都是笑话。老子这混元霹雳掌3米之外取人性命，他要是敢乱动，我就一掌劈死他。他根本不可能有机会变身。系统，这混江龙小弟多，武功还高，要不你开个后门，让我变身持久一点如何？变身消耗过大，单次只能维持50次呼吸，且连续使用会爆体而亡哦。那老子要你有什么用？要是我打一半变回去了，不得被他们乱刀砍死啊！系统提示：许愿灵鹿可以用于种植未来武器，解决眼前麻烦。能给我种出一辆装甲坦克吗？可以，不过需要消耗5000滴许愿灵鹿。你怎么不去抢啊？老子真想一枪崩了你！哎，对了，我直接崩了他们不就完了吗？系统，给我一把加特林机枪。可以提供，但需要图纸埋入地下，再经过许愿灵鹿培育，方可成型。这么说，只要搞一个模型种出来就行了。不过得想办法拖延一下时间。有了，不过是一个混江泥鳅，有什么可嚣张的？小子，你找死是吧？老子叫混江龙！你们这么多男人欺负我5个小姨子，还有脸自称为龙？敢不敢和我单挑？
如果你赢了，我的5个小姨子还有我的钱都归你。如果我赢了，你根本就没机会赢，能赢我混江龙的人还没出生呢。一个农夫还敢挑战我们黑风寨寨主龙哥，这是急着去投胎。我看现在他已经尿裤子了，不过是强撑罢了。小子们，让你们看看老子有多少种办法弄死这个小子。既然你这么厉害，可否给我1炷香的时间，让我准备准备？不行，这大哥他拖延时间施展妖术，到时候变大真不好办了。要是我赢了，变得比他还大，大还是你大？小子，把你5个小姨子揪出来，我可以给你1炷香的时间，要不然别人说我混江龙欺负一个小农民。没别的办法了，为了拖时间，只能暂时委屈一下他们了。可以，上！姐夫，柳少辉，你不会趁着1炷香的时间逃跑了吧？哎呀，这香的质量不好，看来你的运气也不太好，这香只剩半炷香的时间了。姐夫，哎，真的。哎，你们觉得你们废物姐夫真能回来呀？啊！客官要买什么书？随便，就你手上的就行。我这是账本不卖。少废话，拿来吧你！早知道小学的时候应该报国画兴趣班，不然也不至于现在画个图纸都这么费劲。成了，既然画成了，哎，系统，我要许愿灵露。本次生长需双倍原谅只能许愿灵露，且生长周期为1天。少废话，把所有原谅直接给我怼上，我要它赶紧出来。正在加急。成了，成了。这香快烧到底了，柳少辉那个废物应该抛弃你们了，你们5个全都上山给我做压寨夫人！真香！变态，快放开我们！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上次我大意了，着了你们姐夫道，这次把你们带山上，先好好伺候伺候我大哥，然后再伺候老子。三姐，姐夫这么久了还能回来，不会跑了吧？他要是敢这么做，我就算变成恶鬼，也不会放过他的。好了，时间到了。这香明明还有小半截，你怎么耍赖？我已经等他这么久了，我已经很有耐心了。小的们，全城搜，找到柳少辉这个农民，把他给我碎尸万段。这5个美人儿，我们先带上山，好好替你们品尝品尝。老子允许你们走了吗？老子允许你们走了吗？臭姐夫，我还以为你要抛下我们自己跑了呢。姐夫，你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啊？又是什么宝贝吗？没错，我拿的是一口气能把这些匪徒全部解决掉的大宝贝。小姨子们都让开！废物东西，拿个破铁壳就能吓唬我啊！老子可有金刚不坏之身啊！一刀砍在头上，都毫发无伤。
别说你金刚不坏之身，就算你是孙猴子，老子也照样秒杀你！哼，既然你想死，那我成全你！混元霹雳夺命掌！加特林！怎么可能？这都给我龙哥打死了！姐夫，这是什么宝贝啊？这么威猛！他的名字叫做大慈大悲加特林。这玩意儿，刚才一眨眼的功夫，都把混江龙打成筛子了，还大慈大悲。惩奸除恶也算大慈大悲，你懂不懂？虎弟一定要给我报仇！大哥，你就瞧好吧！该死，这家伙从哪儿搞的大杀器，竟然一眨眼就把混江龙打成了筛子！我要是冲上去，不得一样嗝屁！坐山壁虎，你想给你的混江泥鳅报仇，那来吧。这次我先让你出招。既然如此，所有兄弟投降！我愿意拜柳上惠为带头大哥，从此以后当牛做马，永不背叛。我们也愿意追随新大哥柳上惠，斗上火海，义不容辞，义不容辞。你们这就华贵了。虎弟，你这死泥鳅，你别给我套近乎！我告诉你，我是合法良民，你是土匪，谁跟你称兄道弟的？是吧，老大？死泥鳅彻底死了，你小姐出了神通了。老大，谁愿意做你们这些匪徒的带头老大呀？不过今天，你们要是愿意去衙门自首认错，我便是放你们一条生路。这，怎么？是想尝尝我加特林的威力？这我太愿意了，我最喜欢的就是坐牢，跟回家一样。阿姨呀！瞧瞧你这贱样，现在只是让你们几个坐牢，真是便宜你们了。姐夫真好，要是没有你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那是自然。坑用干净，又增加了10点原谅值。许愿效果已结束。居然不是永久的，这也太抠门了。算了，咱们先把坐山虎这伙人送进衙门吧。走。他娘的！哎呦，我和汤师爷刚筹备好剿灭黑风寨的人马和计划，准备生擒混江龙，升官发财呢，结果让你个臭农夫劫了我。县令，念你们杀贼擒贼有功，特奖牌匾一面。混江龙和坐山虎好歹是咱们村镇有名的穷凶极恶之徒，他们被我姐夫一网打尽。咱们县城不说发一套豪宅，发个几亩良田，就发一个破牌匾，而且县令也不愿意出来露一面吗？就是，还做的粗制滥造，真难看。嘿嘿嘿，最近这县令家中是突发变故，无暇分身。再说了，这见义勇为就是县内这个居民应该做的，你怎么着还想抓几个山贼混个大将军当不成？哎，这你谢县令嘉奖，谢师爷捕快颁奖。柳少惠这个死老婆的废物，剩下的5个小姨子倒是看起来个个如花似玉。等我逮着机会，早晚我把你们都玩了，以赔偿老子的功劳损失。告辞，姐夫，咱们走吧。今天天色不早了，我们就近找个客栈住下，明早再启程回家啊。来，走。
这边！哎呀，听我指挥！烦死了，我自己办吧。哎，救命啊！哎，走！哎，各位小祖宗，等等我！哎，等等！原来捕头周大权所说的县太爷家的重大变故，就是他的母亲现在重病，卧床不起，命悬一线呢。上面说，只要治好县令的母亲，就可以拿到500两嘉奖。我们要是会医术就好了。500两，我拿出一滴灵露治病，换500两，这是血赚啊！姐夫，你怎么把悬赏接了？你别接他，趁现在没人，赶紧贴过去。这上面任务，如果你完不成，所有人都小命不保。500两银子啊！这么一大笔悬赏，我岂能让它落入别人手中？可是姐夫，我们5姐妹可从来没见过你施展医术啊！银子虽好，但也得有明证啊！这可是县太爷的娘，治不好可是要被砍头的。老子手握神农宝瓶，别说是县令老娘，就是皇帝老娘，老子也可以从阎王手中把人抢回来。你们放心好了，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。如曦如月，明天你们和我一同去县令家拜访。那我们3个呢？你们3个，咱们好不容易来次县城，你们就去逛逛街、探探店。一会儿我给你们一些钱，你们随意消费，马上我们就有500两银子入账，房子也有着落了。姐夫太棒了！姐夫，我明天跟你们一起去县太爷家吧，多一个人也多份力量嘛。既然你执意要去，那就跟着一起去吧。哎呀，你们几个今日来县衙又为了何事？昨日不是已经发了一面牌匾，让你们回家挂到墙上，留着光宗耀祖吗？我们昨日在客栈门口发现一张悬赏公告，上面写着县令母亲身染重病，命悬一线。俗话说得好，这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。少扯没用的，我看你是对悬赏的500两银子动心了吧？我可警告你，之前不少自称名医的骗子过来，在行医无果后，他们的狗腿可都是被周捕快打断之后丢到街头要饭了。怎么着？你想成为下一个？放心，即使这事儿没成啊，我也不会让这3个小美人跟着柳上惠去街头要饭的。我家很大，床也很大，要不你跟着我，我让你吃香的喝辣的，开心快活。我们跟姐夫就算在街头饿死，也不会让你沾边的。我们既然接了榜，你们总得让我们先见上一面。县令母亲现在如何？一直将我们拦在外面，若是因为你们2人耽误了县令母亲最佳救治时间，怕是你们2人的狗命都赔不起呀！柳少辉，你我在京城请了赫赫有名的安名医，才吊住县令母亲这一口气，一直拖到了今日。你有何本事拖下如此海口啊？哦，听你的意思，你是只希望县令母亲半死不活，好让县令感恩你的功劳啊！汤师爷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难不成被我姐夫说中了？说中个屁！县令母亲如今连日高烧不退，眼看大限将至，我是好言相劝，让你们别趟浑水。没想到你们竟如此不识好歹。看来县令母亲的状况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。汤师爷，悬赏公告上面可没有写县令母亲到了如此田地。既然如此，知难而退了是吗？不，我要迎难而上。这悬赏我要定了。汤师爷，这小子不会真有什么妙方吧？
这如果让他把老太太的病给治好了，那到时候让县太爷给他在衙门里供个职，你说咱俩这饭碗咋办？哎，冷静，他一个匹夫，最多也就力气大点。如今老太太可是有进气没出气，要是老太太不行了，也正好把致死人的罪名套在他头上，让他来担责，顺便让他把咱们采购次品药材赚差价的锅给背了。唐师爷妙啊！好啊，我现在可以带你去看老太太，但是你得把这状子签了。要是治不好病，你得给老太太陪葬。好，我签。汤师爷，带路吧。县令大人，安明义，这位柳上惠在外面与我签了生死状，向咱们保证，一定能把你母亲治好。一介农夫，汤师爷，你确定没带错人？这个柳上惠，我可从未听过是哪方的名医，看这打扮，我还以为是给老太太送行的仵作。姐夫，咱们会不会太拖大了呀？那老人家眼看就要被黑白无常带走了，能救活吗？放心，莫说现在是命悬一线了，就算是黑白无常已经来了，你姐夫也能从鬼差手里把人给抢回来。哎呀，还真是不知者无畏。一个种地的农夫，饶我诊治也就算了，现在还在老夫面前夸下如此海口。如果你能把人治好，老夫这名医的称号不如送你便是。我既然签了生死状，那自然是有救人的把握。系统，这生长灵露能给人治病不？可以，生长灵露跟万物生长相关，可以帮助人体自行修复任何损伤。我看看。还行，挺健康的。县令大人，我保证今日之内，这位老太太就能下地活蹦乱跳。你是说我母亲今天就能药到病除？姐夫，你哪是神医啊？这要是真能做到，你简直就是个神仙。简直一派胡言！我看这农夫就是来捣乱的。老太太现在高烧不止，积碳气溃，周身大穴尽败，几乎必死。哪怕是我，也只能勉强维持现状。你怎么可能在1天之内把人治好？言之有理，但安明义，如今我母亲的情况每况愈下，如果继续这样拖着，也不是办法呀。能治活人的才算是名医，你这只能让人半死不活的，充其量啊就是个庸医。安明义，他们想治就让他们治，反正卖药材的差价咱们也赚了不少了，见好就收。正好今天把治死人的罪名扣在这个农夫头上，咱们啊金蝉脱壳。好啊，既然你们想治，那我便看看你们的本事。不过事先说好，这老太太若有个3长2短，老夫可概不负责。想吧。娘，你别吓我呀！看来是溃疾再次发作，这次我便不出手，看你这耕田种地的农夫如何把这将死之人治好。系统，消耗3点原量值，给我兑换生长灵露。兑换成功。娘啊，你可不能有事啊，娘！儿啊，娘
娘浑身疼得不行，巴士已经到了，入土的时辰。娘，你还是别再花花费银子折腾了。我呀，走了之后，你可得早点娶亲，给咱们家留个后啊！县令大人莫急，病情不等人，我马上施教。县令大人莫慌，既然姐夫说他有办法，那他肯定能说到做到。这光芒是……这是，总不能说是系统效果吧？是大慈大悲药王菩萨神力游走全身的效果。毕竟，我这颗神丹是从得道高僧那里求来的。可是姐夫，这老太太怎么还没醒啊？什么药王菩萨、得道高僧，我看就是障眼法。哼，孙县令，恕我直言，老太太已经彻底没了气息，也就是说，这个臭农夫把你的老母亲治死了。我娘她被治死了，我娘她被治死了。哎呦，老太太呀，你命怎么这么苦啊？那个天杀的农夫竟然为了骗咱们县令的赏钱，直接把你毒死了！哼，臭农夫，你可是在外面签了生死状，如今老太太命回高天，你就等着给老太太偿命吧！来人！这伙骗子害死我母亲，给我把他们拿下！我要把他们碎尸万段，以祭我母亲在天之灵。姐夫，都怪你见钱眼开，惹这么大祸，这次错在我们，反抗都不占理了。难道系统出 bug， 真把人搞死了？等等，我怎么看着县令母亲刚刚好像动了一下？二姐，你怕是看花眼了吧？该不会是黑白无常来勾老太太的魂了吧？还磨叽什么？把柳少慧他们一伙人拉到菜市口，砍了他们脑袋，替咱们县令大人出气，替县令母亲报仇，押送菜市口。住手！住手！难道说这小子真的把老太太治好了？是我错怪他们了吗？快，松开柳神医！娘，你这是全好了？不但全好了，而且更胜从前。柳公子倒入口里的药液清爽可口，沁人心脾，不像安明玉之前喂给我的那些，咽下去啊，整个口腔都火辣辣的疼，跟着全身疼得仿佛心肝像裂了一样。还有这种事？来人，快把煎药师的药拿过来，让柳神医看看。不行，这样的话，掺杂着药材的事不就被揭穿了吗？我开的药方一定没问题呀。俗话说得好，良药苦口，良药苦口啊！哎，对，对。口说无凭，这次我们要亲眼看看配的药到底有没有问题。哎呀，大人不可！你们这般阻拦，莫不是心里有鬼？这表面看着确实是珍贵草药。大人，你看这柳昌会的话
总能证明我的清白了吧？没错呀，大人，就是给我1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联合外人去坑害您的母亲呢。母亲，莫不是错怪了安明义？我只是说表面没问题，但我可没说完全没问题。但我可没说完全没问题。安神医，你可真是利欲熏心啊！就这发霉的垃圾药材，要是都灌入人的口中，就算是金刚罗汉，他也是被毒死。我把他2人拿下！冤枉啊，大人，冤枉，大人冤枉啊！我请了安明义之后，他便告诉我，你母亲恐时日无多，负责采购药材的周大全便劝我们俩说，反正再好的药材也没办法救回你母亲的性命，不如就把药材以次充好，捞一笔呀！买药材赚来的差价全都进了他们自己的口袋，我没参与呀！饶我一命啊，大人！哼，你们蛇鼠一窝，谁都别想跑！来人，给我把安明义和汤师爷押入大牢，再把周大全给我抓回来！竟然敢谋财害命！明日3时，把他们全都推入菜市口，砍头示众。糟糕，我这再不走，恐怕要与汤师爷和安明义落到同一个下场了。回县太爷，没有抓到周大全，他房间里的金银细软也都不见了，似乎是预知到自己要被抓，提前跑路了。哼，那就全城贴通缉令，势必要把这小子给我抓回来，砍头为止。是。我不是让你们逛逛街，你们怎么买这么多呀？这些当然不是我们2个的了，还有我的吗？当然了，咱们5姐妹谁都不能少。姐夫，你给家里添了这么多银子，这是你的。还有意外收获呢。反正姐夫完成了县令的悬赏，足足有500两银子呢。这些衣服才值几个钱啊，算便宜他了。刘公子，等会儿我让下人把这500两银子和这些衣服全都送到你家中，不必你和几位家眷亲自劳累。多谢县令，那我们就启程回村，不多待了。好，以后多来本官这里坐坐，我一定亲自好生招待你这个救命恩人呐。好说好说，告辞。滚！没钱敢来赌坊，再让我看见了，把你嘴里的狗牙拔光，让你以后只能吃屎！你个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！等老子以后有了钱，用铜钱塞到你肚子里边，抽死你！哼！哟，这不是赵老爹吗？怎么又输钱了？输个屁呀！你看老子还有钱继续回本吗？你怎么会没钱呢？听说你的女婿柳尚惠刚治好了县令老娘的病，他可是得了500两银子的悬赏呢。什么？500两？500两不仅能还清我的赌债，还能让我省不少的赌本。这500两，老子一定要搞到手。谁呀？今天可算让我逮到你了！你欠老子的200两，这眼瞅着大半年过去了，算上利息，少说得有250两了吧？你今天要是拿不出钱，你信不信老子连你的狗爪和你的2条狗腿全部都给切了？别呀，钱大官人，你跟我随我去我女婿家一趟，他会替我还你钱的。现在他可有钱了，别说250两，500两他都有。哟呵，有这等事儿？真的。你先带路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要是敢耍老子，你信不信老子要了你的命？不敢，钱大官人，请这边请。
刘少慧，我带人来看你了。嘿，起来。爹，你又来找我们干什么？当初就是因为你烂赌，害得母亲上吊而亡，家里面一切都被你输得精光。我们现在不想看见。爷，我欠钱官人250两银子，今天你们要是不替我还，他非得打死我不可。哟，听说赵老爹家的5个女儿个个貌美如花，今儿一见，果然不同凡响啊！这要是把他们几个全部送去青楼接客，怕是赚回2500两银子也不在话下呀。刘尚慧，听说早些年你为了给李如烟当舔狗，败尽家财，甚至还把你的发妻赵如意也给逼死了。看来你和他们赵家也没什么感情嘛。这5个小姨子留在你的身边也是累赘。这样，你把他们5个全部交给我，我把他们卖到青楼去接客，赚回来的钱我分你1成，如何呀？我要是不同意呢？你这是打算还钱喽？还是说想跟我身后的兄弟们比划比划？如果想要保证我和5个小姨子日后过得安宁，最好的办法就是解决我岳父。可岳父虽是人渣，但毕竟沾了父字，那剩下的方案就是要解决掉眼前的钱官人。这钱官人不知害了多少人倾家荡产，我直接把他赢得一无所有，也算是替天行道。钱大官人，既然你这么喜欢我的5个小姨子，那就以我5个小姨子为赌注，赌一把如何？嘿，刘少慧，你这个畜生！我用我自己的亲生女儿做筹码，情有可原。你一个姐夫，你也配拿我的宝贝女儿当筹码？反了你了你！哎，这他妈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她们5姐妹真是瞎了眼了，没想到你和我们这个混蛋爹一样，都是不把我们当人看的混蛋。姐妹们，这个家没法待了，我们走。哎，慢着！这世上哪有赌注上了牌桌还要撤回的道理啊？你们几个老老实实的待着，乖乖的等着我把你们从柳尚慧的手上赢走，否则别怪我动手。兄弟们，上！哎，等，钱大官人，他们作为筹码不能离开，那我作为赌徒总可以先去上个厕所吧？赌注有点大，我有点尿急。姐夫，你不会把我们丢下跑路了吧？你个怂货！快去，别待会儿在屋子里输了尿裤子，我可受不了那尿骚味儿。哼！平哥借我一双慧眼吧，让我把古书里的点数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你可用许愿名录培植透视眼睛一副，念在你为民除害的份上，这次就收取你双倍原谅值，帮你加速吧。好，兑换一个许愿灵录。这也没用啊！敲一下镜怼。看见骨头了。原来隐藏玄机，给力！去了这么久，我还以为你跑了呢。跑？今天谁也别想跑！我们决战到底！
不是，你带的这个玩意儿是何用意啊？难不成是想用某些法子来出老千吗？废话，当然要出千，不然怕是连身上的内裤也要输给你。只是一个幸运物而已，你可以随意检查。任何的幸运物在绝对的实力面前都没有任何作用。一会儿老子就教你做人，让你知道咱们谁有绝对的实力。咱们一把定胜负。我要是赢了，你的5个小姨子我全部带走。你要是赢了，你岳父的赌债咱们一笔勾销。念你是个新手，我让着你。今天咱们是比大小还是猜单双啊？猜单双。老子是南大街第1鬼手，这些年就没人能赢我，今天就好好给你上一课。好。单还是双？单还是双？双，我觉得是双。单，我估计是单。哎，你不会玩，让我来，这么大的赌注，让开，别给我带来霉运。我猜是单。我的手法可以保证摇出来任何我想要的点数，里面应该是2点3点，还真被他蒙对了。幸好我还有办法改。哼，你确定？开。那就开喽。你要是输了，哈哈，你那些小姨子全部都归我喽！哈哈哈。应该是他刚刚敲桌子的那一下，瞬间改变了头中里面骰子的数字。等等，我想了一下，应该是双。柳上惠，你这次的赌注可是我们5个姐妹的未来啊！你在这变来变去的，我心脏都要跳出来了。我就不信你下次还能蒙对。你干什么？哼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。这个盖子咱们谁都不许碰，让别人开。我的手法如此隐蔽和高超，这么多年没被人看出来过，他怎么知道我手上有鬼？老子从小看过的香港赌片比你吃过的盐都多，就你这点手法，也就蒙蒙这些古代人。让我来，我看。哦，姐夫竟然猜中了！哇，刘少辉，你果然是有够时运呐！姐夫，我们赢了！你们几个赶紧从我家里滚出去！刘尚慧，既然你运气这么好，你还敢不敢继续？姐夫，既然我们已经还清了欠款，就不要再继续了吧。是啊，姐夫，你可不能变成像我爹这样的人。你要是变成一个赌徒，就趁你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偷偷把你手砍掉。怎么？女人说了2句，你就不敢玩了？男子汉顶天立地，岂能让女人束缚住了手脚？没错，好女婿，现在正在吃头。我这些年输给前官人的钱，你都帮我赢回来。只要你帮我，我管你叫爹都行。这前官人估计靠着签署这1年在赌场横行无忌，没栽过跟头，现在输给了我，这个他眼中的菜鸟已经失去了理智，开始上头了。我既然决定了要解决你这个麻烦，还能放你跑了？那继续的话，咱们赌什么？这次我们加点赌注，
就赌你身上的500两银子，还有你的5个小姨子。钱大官人，你这是让我倾家荡产、家徒四壁呀！这么大的赌注，我接不了。你个怂货！我让着你，我1赔2，怎么样？你敢接吗？之前钱大官人说，我的5个小姨子卖给青楼接客是2500两，加上我的500两，那就是3000两。如果我幸运的话，赢了钱大官人，那就是6000两。对，没错，就是6000两。你要是赢了，这些钱足够你一家人花到重孙子辈。那这6000两，我要是赢了钱大官人，赔不起我怎么办？哈哈哈哈！笑话！我钱某人这几年赚的身家足足有1万两。哼，区6000两，老子赔得起。好，既然钱大官人这么说了，那我要加码。你还能加什么码啊？你老岳父的命吗？他的贱命在我这里1毛钱不值。加我的命，如果我输了，我把我的一切都给你；如果你输了，你把你的一切都给我。现在还敢不敢玩？姐夫要跟钱官人赌命。上一次一时大意被你赢了一把，这次我提起12分精神，你柳少慧一点赢的机会都没有，就算赌上全部身家，我也没有一丝输的可能。好，老子在赌桌上从来都没有怕过谁，你柳少慧的项上人头，今天我赢定了。柳少慧，你疯了！明明已经赢了一把，还要跟他赌命，你怎么跟爹一样，上了赌桌就什么都不顾啊？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我从来没压过上命。柳少慧，作为赌徒，老子欣赏你这个女婿。这姓钱的这些年坑了无数个家庭，害了那么多人，我今天就要替天行道，让他也体会体会倾家荡产的滋味。少废话，开始吧。这次咱们来玩比大小，你先来。好。应该是2个5点，你小子手气不错呀，但在我面前还差得远。只要我摇出2个6，我就赢定了。这世上没有人配赢我的钱。2个6最大点。柳上慧，你输了。哎，我还没掀开盖子呢，凭什么算我输？哎，赌场规矩，点数相同者，先开者为胜。也就是说，哪怕你柳上慧同样摇出了最大的2个6点，也是钱掌柜获胜。弟兄们，把柳上慧的5个小姨子全部抓起来带走。等一下。柳上慧，你这次可是把大家全害惨了。都跟你说了，让你见好就收，结果你说什么替天行道，主持正义，现在怎么办啊？谁替我们主持正义啊？姐夫，我们该不会真的要被抓去青楼了吧？柳上慧，你这个废物，你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可怜我这5个女儿还没有被我卖了，就得先被钱掌柜卖了。哼，柳上慧，一会儿我就把你带到你们家前院，当着你5个小姨子的面，我亲自把你的头给砍下来。就算是我输了，也得等我这个头中盖子打开，让我死个明白才行吧。你们一个个的急什么？哼，先不先还有什么意义？
2个骰子，难不成你还能摇出比12点更大的点数吗？那万一呢？我要给我这个头中施个法，说不定还能还我个奇迹。反正我已经赢定了，看着你这个小丑在我面前垂死挣扎，对我来说也是一种乐子呀。系统，给我想一想法子呀。前官人罪孽深重，我可以帮你对付他。宿主可消耗3点月亮值兑换财宝零路，交到骰盅上。只要你用这个骰盅筛骰子，就绝不会输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让老子赢这一把行不行？哟，这都浇上水了，怎么？这是知道自己要死了，提前给自己的坟头种朵花啊？谁说我把命输给了你？瞪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，咱俩到底是谁赢？这怎么可能？咱俩到底是谁赢？这也行，14点，姐夫我们赢了。这怎么可能？柳少慧，你出钱！大家都看着呢，骰子、骰盅都是你准备的，你凭什么说我姐夫出了钱？不对，你的眼睛有问题。眼镜事先就让你看过，你也检查了，怎么现在不认了？那一定是你施展了什么妖术。前官人，你动动你的猪脑，好好想想，我要是会什么妖术，为什么不直接弄死你？那样岂不是更简单啊？哼，我就是出钱了，可是你就是看不出来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没错，我女婿说的不错。前官人，你现在的身家全都归了我们赵家，以后也别叫官人了，就叫小钱吧。我不管，柳少辉，你出老千，这句6句不算。那就打官司了。报就报，谁怕谁？哼，县衙里所有的大官都与我相熟，你赢不了我。你说你认识县衙里的人，那此物你可知道是谁给我的？县太爷发给你的牌匾，难不成你就是那个剿灭混江龙又治好县太爷母亲的人？现在还有把握能打官司赢过我吗？你有比我关系更硬的吗？柳少辉，你敢不敢再陪我玩最后一把？钱掌柜，你现在的身家全都输光了，哪还有筹码呀？既然我同意，你给我赌你的命，那也应该允许我给你赌我的命，咱们一命赌一命。这家伙还真是赌鬼中的赌鬼，这都不收手。好，那今天我是让你输的心服口服，但是你总得把刚才输的钱还给我吧？啊？拿去。接下来我们玩简单一点，掷骰子，谁掷的点数大谁赢。你先来。哼，看好了。不好意思，3个6。哇塞，又是最大点。好女婿，这时财神爷还能保佑吗？姐夫，要不我们收手吧？你已经把他赢得倾家荡产了，没必要了呀。上了赌注还想跑？没门儿！来人！你们今天要是不陪老子玩最后一把，老子送你们一个一个下地狱！
到你了！你这是明目张胆的耍赖！哼，老子有刀，耍赖又怎么样？你摇啊，我看你能摇出什么花样！看来你还是不死心啊！好，我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赌神。老子一共216点，老子的点数带你整整12倍。这怎么可能？你，这真的被气死了！一个赌徒竟然在赌桌上被气死了，但还好，算死得其所。你们如果不想让我报官把你们抓起来，就赶紧把这家伙拖走，免得脏了老子的屋子。走，快！好女婿啊，你把钱官人的钱全部赢了，现在堪称大财主，不如给我点。岳父大人，你怎么不跟他们一起滚呀？是想让我送你去县衙？本朝禁止买卖儿女，你要是被我举报了，是被砍头的。不行，今天我就要渴死在这儿，不给钱我不走。从今以后，我跟5个小姨子一起过生活，与你再无瓜葛。这钱是断亲钱，如曦如夜，把这些骰子收一下。别怪姐夫对你们老爹心狠，我只想关起门来跟你们好好生活，补偿你们。至于其他人，与我无关。姐夫，你别这么说，我们都听你的。而且老爹这次被赶出去，就是他咎由自取，我们不怪你。对，我们不怪你。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你们过上更好的生活的。总算把客厅收拾成原来的样子了。刚才血淋淋的，连看都不敢看，这下算是干净了。姐夫，你准备怎么处置钱官人的这笔钱财啊？毕竟是钱官人除老千获得的不义之财，大部分拿来官府赈灾，咱们留下1000两就行。老爹拿着银票离开了，他以后应该再也不会来打扰我们的生活。别丧气了，咱们刚才可是大获全胜啊！一会儿我煮点好酒好菜，咱们好好庆祝一番。好，那我洗菜。好，我来砍柴。好，那我去烧水。那我洗碗。那我等着吃。你去挑水。走吧。走。又加了15点营养值，用不完，根本用不完。姐夫，这是在看我。姐夫，刚才你是在看我吗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你姐夫我不是这种人。敢看不敢承认，懦夫！你，姐夫，你为什么非要把我们从钱官人那赢来的钱都捐给那些穷人？我们自己留着不好吗？赌博赢来的钱留着是会遭报应的，而且咱们有摇钱树，不用脏钱，
来付与自己。这么多的钱，你说不要就不要了。你说带我们过大富大贵的日子，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啊？你该不会是想过小富即安的日子吧？也对，老子失去了冰箱、彩电、大沙发的现代生活，重生到了古代，再不过点人上人的日子，那么白来一趟吗？但是这种大富大贵的日子，终究是要靠人用双手，通过劳动去创造的。说到劳动，咱们是不是还有块地空着？不如我们拿来种灵芝。种灵芝？什么灵芝啊？能吃吗？经过我昨晚一晚上的深思熟虑，我苦思冥想，想到了一个精妙绝伦的生财之道。说说看，是什么好点子？先说好，这次可不能再压伤我们五姐妹的自由。三姐啊，还在生姐夫的气啊？要不然先听听姐夫怎么说嘛。这精妙绝伦的生财之道就是种灵芝。灵芝？这灵芝是什么呀？这几个穷姐们是真没见过世面，连灵芝是什么都不知道。灵芝是一种珍贵的灵药材和补品，只有那些有钱人的家里才能吃得起这玩意儿。我们的目标就是大面积的种植灵芝，把灵芝的价格打下来。说起来容易，我们这个地方穷了几百年了，连灵芝的种子都没有，更别提培育了。是啊，本来我都快忘了，现在想起来，我好像在画本上见过。灵芝这么珍贵的药材，我记得它是长在树根上的吧？但是按照我们这里的天气和地质，应该很难培育出来吧？我说它能长，它就能长。今天你们都来我房间，我让你们大开眼界。我觉得姐夫肯定要让我们看一些不该看的东西，但我没有证据。走吧。你们看，这就是我昨晚一整晚培育出来的超级灵芝。哇！这是老子夜里跟系统苦苦谈价，以10点原量值兑换生长灵露培育的超级改良的灵芝种。这世界上任何地方，只要有地栽培，哪怕是石头缝，都可以培育成功。哎，哇！姐夫要带我们发家致富了！姐夫，正好咱家地还空着，趁日头还好，我们赶紧把你的超级灵芝种下去吧。对啊，我来耕地。哎，看你们急不可耐的样子，走，我们现在就出发。走。姐夫，我们种下的这个灵芝得需要几天才能成熟啊？隔上3-5天，咱们家的地就会像萝卜一样长满灵芝。太好了，那我们五姐妹每个人都能变成富婆了。刚才我们去种灵芝的时候啊，我看到李如烟从那儿经过，看到我们要发财了，她回家估计得气得冒烟。对呀，我还听见她小声嘀咕，说什么要让姐夫付出代价，看把她牛的。那种声名狼藉的狐狸精能翻出什么浪花？也就耍耍嘴皮子罢了。来，喝茶。来，等咱们搞到了柳上惠的灵芝，到时候我就把我老婆弄死，把你娶进家门。你可别光跟我画大饼，你有什么实际的计划吗？柳上惠他们家种的地，过去是我们家的，我太爷爷就埋在旁边。我现在
就去煽动我们村民，让他们一起帮我把这地抢回来。这地回来了，灵芝自然也就到手了。这漏坏呀，还得是你。那是自然，我还有更坏的。这大白天的，得晚上。还有这只腿呢。姐夫，姐夫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隔壁村的无赖王老三带着他的那些村民，把我们地里种的超级灵芝全都挖出来了。是活得不耐烦了吗？叫上其他姐妹，咱们过去看看怎么回事。嘿呀！哎，王老三，快把我们家超级灵芝还回来！哼，这些灵芝是我太爷爷坟头的东西，属于我们王家的祖产，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？那是我们家地里的东西，你在这里信口雌黄，不怕天打雷劈遭报应吗？嘿嘿，老天若是真有眼，就该在我之前先雷劈了你们。村民们，你们一定要为我主持公道啊！这柳上惠为了发财，光天化日之下入室抢劫，还有没有天理啦？王老三，这块地明明你们家50多年前就已经转让给了我们家，还是我们祖上宽厚，让你太爷爷死了之后还埋在我们家旁边。你们倒好，明明是你们家占了我们家的地，现在还反咬一口，真是不识好人心。可这灵芝一般生长在苦寒之地，哎呀，方圆百里都未曾见生长过灵芝啊！一定是老王家祖上必有，不然这灵芝为何偏偏生长在坟头附近呢？所以说呀，这灵芝是老王家的，跟你们柳家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村民们，咱们不能让柳上惠就这么给欺负了呀！你们一定要帮我把灵芝和地都要回来呀！王老三承诺我，只要他搞到柳上惠的灵芝，咱们全村的村民都能分到灵芝种子。柳上惠，做人不要贪得无厌。你有5个貌美如花的小姨子，还得了县令500两赏金，这都是你的福报。但你若是不知足，还想占别人家的祖坟福泽，你小心福报变成灾报，遭受天谴。看看你们身上穿的新衣服，明明已经过上那么好的日子，还要占我们这些穷乡亲的便宜，你们太不要脸了！柳上惠，你今天要是不把地和灵芝还给王老三，那我们以后也什么都不用干了，就都去你们家过日子了。你们吃啥穿啥，我们就得吃啥穿啥，我们呀就赖上你了。有本事你把我们全杀了！柳上惠，这群村民可不是座山虎那样的村霸，你要是敢动他们一个手指头，那一定会被唾沫星子淹死。你和你的5个小姨子也别想在村里过一天消停日子。看这样子，你们是要集体欺负我们？我们欺负人？柳上惠，你和你5个小姨子荒淫无度，六亲不认，你不仅气死了自己老婆赵如意，听说啊，连老丈人都赶跑了，你们都该遭天谴。别说废话了，今天呀，我们就是替老天来向你们讨还公道的。李如烟，你放屁！你还敢提我大姐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大姐就根本不会死。你们人多欺负人少，该遭天谴的是你们才对。这群村民虽然在耍无赖，但是真跟他们来硬的，给人打个半死确实不合适。我现在算是明白了，什么叫穷山恶水出刁民，得想个办法。有了，王老三，你既然说是你祖上显灵对你的眷顾，那我们何不把你的祖上请出来，当面对质一番？柳上惠，你是大白天喝多了吗？
让我的祖上出来对峙。哼，我祖上若是还在世，还能容得你如此欺负我呀？姐夫，王老三家的祖上都已经入土多少年了，要是请他对峙，恐怕要到地府请了。这王老三从他爷爷那辈开始，一辈比一辈懒，一辈比一辈混蛋。若是他太爷爷泉下有知，估计也是不得安生。若是我今日能把你的太爷爷请出来，当面教训你这个无耻之徒，你又当如何？嘿嘿，我太爷爷我从出生之后都没见过，嘿，家中只有他的画像。哎，若是你能让我见到活的，嘿嘿，别说让我还给你灵芝了，就是让我给你一辈子当牛做马都行。好，我今日就收了你这个牛马。系统，给老子备好，让已死之人能回来片刻的虚元灵露。我今天就要替王家教育教育他王老三这个败类子孙。你消耗3点月亮值，准备好了许愿灵露。念在这么熟的份上，这次就不问你多要额外加速的月亮值了。给力啊，童子哥！王老三，今天我就让你的太爷爷活过来，骂你个狗血喷头！哎呀，我太爷爷就在墙上。哎，我今天倒要看看你如何让他显灵。怎么，不敢赌了？哼，我且问你，为了这个赌注，我不惜亵渎了自家祖宗。你柳上惠若是不能让我太爷爷显灵，你如何补偿我呀？我柳家的田地、灵芝和我那500两银子，全都归你。好，我还要你柳上惠从此沿街乞讨。哎，还有你这5个小姨子，都得给我做小妾。姐夫，哪有能让死人复活的事情？要不你还是把超级灵芝分给他一半得了。我连1块地都不会给他，更别说灵芝。相信我，我永远是你那个能创造奇迹的姐夫。如梦，去取一盆土来。好的，姐夫。嘿嘿，乡亲们，这呀是我们家以后的好狗，我给它起名叫小柳子。以后你们可不能欺负它啊！嘿嘿。王老三，你别嘚瑟，我姐夫不一定会输。哎，继续演。哎，嘿嘿嘿嘿嘿。童子哥，怎么回事啊？这路途遥远啊，老人家赶过来总需要点时间，你再拖延一下。等1炷香的时间，就会让你太爷爷亲自来教训你。哼，等个屁！你又不是神仙，怎么可能做到让人起死回生啊？乡亲们，把门给老子堵上！他们都输给咱们了，可不能让他们跑了。这几个小美人的衣服真好，一会儿我就要从他们的身上扒下来，拿回家给我的婆娘穿。还拿个屁！这几个小美人不比你家那黄脸婆子强，怎么弄死柳上惠？他家的小姨子和他家的地都是咱的。柳上惠，你，老子就先把你这条公狗给阉了！不孝子孙王老三，见了老祖还不下跪？太爷爷，你这个不孝子孙！自你爷爷那混账开始，吃喝嫖赌，无恶不作。我王家原本有上百亩的田地，如今到了你这一代，已经1亩不剩。要不是他柳家宽厚仁义，我就成为了孤魂野鬼。你竟然还受那个李如烟那个骚婆娘的蛊惑，联合村民来陷害我的恩人。太爷爷，我知错了，我这就给柳上惠磕头认错。这柳上惠大人，求您大人大量，让我太爷爷安息吧！这一切
这一切都是柳如烟这个贱人让我干的。王老三，你个狗东西，张口就喷粪，明明是你眼馋，柳上惠的灵芝怎么反倒成了我指使你了？你放屁！你来啊！你不懂，是我生的。我贱人，还敢逼我？你以为我不敢吗？王老三，杀人了！是杀人了！虽然人死了，我这王家也彻底断了根，这样的子孙不留也罢，给您添麻烦了。告辞。走吧，我们回家。姐夫，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这灵芝虽好，但也得给其他村民分一杯羹。姐夫，我们自己家就有地，为什么要分给别人？灵芝是个稀罕物，也是个值钱物。眼下正是荒年，你说咱们种灵芝挣了钱，其他村民难免会眼红嫉妒。与其到时候撕破脸，不如现在就把他们拉进来，可以有口汤喝。姐夫说的对，那我这就回去告诉其他村民这个好消息，然后让他们都加入进来。这就好了。哎，村长，你说这柳上惠，这之前不就出轨发妻的舔狗吗？怎么这一夜之间搞出了个灵芝这种稀罕物？人都说闷声发大财，他还想着带全村人一起种灵芝赚钱。你说这里面是不是有诈呀？哎，全村的人就属你能跟上我的思维。哎，这柳上惠过去什么样的人，咱们都见过。如今他发了财，还让小姨子们宣传什么回馈乡里，我看啊，他就是指着骗人才发的财。哎，村长，那咱们还在外面等他干啥？明知道他是个骗子啊，咱们在这儿等着被他柳上惠当猴耍呢。你笨啊！他的发财计划是假的，可要是他的灵芝是真的，他敢骗咱们，咱们就直接把他的灵芝抢过来，回头自己研究。到那时候发财的不就是咱们了吗？哎呀，要不说只有您才能干村长呢，想的就是比我们明白。走，开门，开门，柳上惠，开门，开门！这灵芝的卖相，一眼就看得出肯定是真货。各位乡亲，这是我培育出来的超级灵芝。眼下正是荒年，我也知道各位乡亲每年都把头埋进土里，遇上一个天灾瘟疫，更是会把钱都给赔进去，吃不好也穿不暖。我相信大家都过够了这个日子了。今天我柳上惠愿意将这个灵芝种子和培育方式免费教给大家，只要大家埋头苦干，等到收成的时候，大家都能够起高楼，吃猪肉。怎么感觉这些村民兴致不高啊？柳上惠大骗子！柳上惠大骗子！柳上惠大骗子！停一停，大家都停一停！大家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我姐夫是免费教大家种灵芝的呀，你们家里只要有地，就可以跟我们一起种灵芝啊！切，免费的才是最贵的，你当我们傻呀？你呀，一定要先让我们种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借此毁了我们的地。等我们没饭吃的时候，再放高利贷给我们，吸我们血。你们怎么能这样污蔑我们呢？过去柳上惠可是村里有名的穷鬼，这短短时间里就让你们几个小姨子吃好喝好的，这村里的人可没见过你们下地干活，不是骗来的钱，难不成还是天上掉下来的吗？我们好吃好穿的钱
是我姐夫给县令母亲治病，是县令奖励给我们的。哎，说露馅了吧？那柳少慧又没学过医，他个棒槌还给县令母亲看病啊！呸！满嘴谎言，我们才不信呢。把牌匾拿过来。这是县令给我的牌匾，大家不相信我的话，县令大人给的牌匾总可以证明了吧？那种东西，若是找个能工巧匠做一个冒牌货，又不是什么难事。你柳上惠既然打了定了主意要骗我们，自然是做戏做全套了。就是，之前把县令牌匾亮给前官人，他虽然是个赌徒，但好歹吃过见过。面对这群乡野村夫，除非是县令带着官差到场，否则他们是如何都不肯相信的。既然大家不相信我，那我自己先种上，等到你们见到我收成的时候，一切都不言自明了。散了，都散了。呵呵，让我们散了可以，把你手中的灵芝交出来。听说前几日邻村的王老三和他的姘头李如烟，双双为了你这灵芝殒命了。他是个不祥之物，留着只会给村里带来灾祸。你把它交给我，我去找个驱邪的大仙销毁了它。对，把灵芝交给村长，把灵芝交给村长。不可能，我不可能把灵芝交给你的。那就别怪我们粗鲁了。乡亲们，把柳上惠手中的灵芝给我抢过来！你住手！县令大人，这柳上惠拿一块假的县令牌匾，说是治好了你母亲的病，你送给他的，你赶紧把他抓起来，把他关进大牢啊！这牌匾确实是我送给他的，柳上惠也确实医好了我母亲的病。我今天特意到他家里，就是为了看望慰问他。那灵芝呢？带着我们种灵芝发财的事儿，难道也是真的？至于灵芝种地的事情，我不太懂，但我相信刘公子的人品，也确实见识过刘公子超出常人的能耐。县令大人，我本想带着村民致富，可这村长一定是看中了我的灵芝，想要独吞。县令大人，可否整治他一番？这村长在村里任职几十年，威望极高。你若想带着村民们致富，那必然需要让村民们真正见识到你手中的灵芝确实能长在他们的地。俗话说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倘若今日我将手中的灵芝随机种在一个农户地里，地里能长出灵芝，你又怎么说？这灵芝我只听说长在树根或树上，从没听说能长在地里。地里长灵芝，长个棒槌呀！若真如你所言，哼，我这村长就给你来当。谁稀罕你这破村长？但是一开始，你确实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，实在是不配位。倘若我真能种出灵芝，以后你就要卸任村长之位。就依你所说，那倘若未长出灵芝，又怎么说？我将手里的灵芝全部给你，并且带着我的5个小姨子滚出本村。姐夫，听他们所说，这灵芝的生长条件极为苛刻，你确定随便找一块土地就能种出来吗？我说能，那就能。柳上惠，你这赌约我应了。一会儿给他找一块全村最烂的地，事成之后讨不了你的好处。村长，您就瞧好吧。咱们走。走，走。姐夫从来没有种过地，也不知道哪来这么大的把握。我们5姐妹，怕是真的要跟他一起背井离乡了。来，种吧。哎，不是说在土里种吗？你搬个石头，什么意思？哎，这石头上不是土吗？啊！你烂皮！你耍赖！能种，我不后悔。我看这柳上惠被咱们逼疯了。
姐夫，你是真中他们的计了。他们让你用石头种你就用石头种，这灵芝恐怕用什么方法也难以培育出来了。刘尚慧，我看你现在已经认输了吧？认输的话还来得及，只要你乖乖交出手中的灵芝，我可以考虑考虑把村头的狗窝留给你们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可以考虑考虑把村头的狗窝留给你们。哈哈哈哈！系统，催生超级灵芝的生长灵露给我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就绪。如果需要迅速让石头上长满灵芝的话，需要3份生长灵露，共消耗9点原量值。来吧，咱们让这群土老帽开开眼界。这刘尚慧还以为他手里拿的是菩萨的宝瓶呢，就浇了几滴露水，就想让石头上长出灵芝。咱们看在乡里乡亲的份上，回头帮他找个好大夫看看脑子吧。刘尚慧，这么半天了，这石头上连根草都没长，赶紧把你的灵芝交给村长，否则我们可就对你不客气了。你过来，我保证你一闭眼的功夫，它就能长满灵芝。哼，你个骗子，老子陪你演一演，让你彻底死心。我说它能长出来，它就能长。放屁！石头上长灵芝已经够扯了，还一眨眼时间就能长出来，你吹什么牛？聒噪！给我闭上你的嘴，好好看！你他妈的找死！我操！怎么可能？啊！姐夫太厉害了！姐夫太厉害了！村长，这真的是灵芝啊！刘尚慧，一定是你用障眼法骗人！给老子趴下，好好看！这居然是真的！刘尚慧，你难道是神仙转世？哼，神仙我可不敢当，就是比你这个废物强一点。尚慧哥，咱们从小穿一条裤子长大的，能不能让我先种上灵芝啊？柳哥，不，柳爷，我们家有3亩地，求你一定也要带着我，让我一起种啊！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这样，你们想要种灵芝的，在这排队，在我小姨子那儿登记啊。好嘞，来这边。哎，你听说了没啊？隔壁村子的柳尚慧啊，那小子带着他们全村人种上灵芝。哎呦，刚开始我也不敢信，后来看见好多他们村子的人家里都挖了地窖存灵芝。哎，真的是灵芝。哎呀，那可是宝贝啊！我这辈子见都没见过。哎呀，你说这好事咋没让我遇见呢？哎呦，可不是嘛！如今他们家天天大鱼大肉，他的5个小姨子天天有新衣服换。现在好多女孩都追我屁股后边，天天让我把他们介绍给柳尚慧。我准备带一批登一次柳家的门。要是把这好事办成了，我和我那口子下半辈子再也不愁吃喝了。就是。姐夫来抓我们呢！看姐夫怎么抓到你们！哎，在哪儿呢？你们？哎，在哪儿啊？姐夫，来呀！姐夫抓我们！在哪儿呢？这边，来呀，姐夫！往哪跑？在这呢！姐夫来抓我呀！在这儿，姐夫在哪儿？这边，大清早的，你们不让人踏实睡觉，做什么呀？你还有点说话？
你这种男人挂在墙上都不会老实，赶紧给我起来，看看外面有多少风流债追你追到家里来了。难不成这赵如月知道我梦里的内容了吗？姐夫，今天一大早就有一群女人来咱们家了。女人？什么女人？女人？什么女人？媒婆。媒婆？是来给你们介绍男人的吧？姐夫，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啊？他们是带着姑娘来给你介绍女人的。给我？哎呀，刘大官人，我今天呀给你介绍隔壁村的极品姑娘，她不仅温柔贤惠，而且勤俭持家，最重要的是她不嫌弃你二婚的身份。是骡子是马，口说无凭，拉出来让大爷看看。好嘞，来了来了。哎呀，来，姑娘来了。姑娘，让大爷看看，这个怎么样？极品。这是哪门子极品啊？那个，等我们家什么时候需要厨师的时候，再让他来吧。哎呀，换！还多着呢，再给你换两个。大官人，来看看我给您准备的这个，实用型的，绝对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。这个，等我们家什么时候需要保镖的时候，再请他来比较合适。去，换！多着呢，走，换！哎呀，姑娘嘛，来，哎呀，来了个仙气飘飘的小娘，来，快，在这儿啊！终于来了个像样的。这个满意吧？满意，相当满意。他不仅不要你的房子，还不要你的彩礼呢。那要什么？哎呦，他呀，要你好好对他，是一个孩子好就行。你说什么？我知道你们想要什么，拿回去，不够我还有更多。不，你们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了。大清早的，以后你们要是给我介绍美女，一定要给我介绍绝顶的美女，要不然就不要再来登这个门了。哎，走吧。还有呢。画了些灵芝，总算把那些瘟神送走了。姐夫去送他们了，这下我们终于可以安静一会儿了。姐夫现在在周围出尽了风头，这样的麻烦恐怕以后还不少呢。你们说，以后姐夫会不会有一天真的离开我们？他这个花心大萝卜，早晚的事。那不行，姐夫这么好，又能保护我们，又能带我们衣食无忧。与其便宜了其他人，不如什么？不如把他的心和人都留在我们几个姐妹身上，怎么样？你们几个讨论什么呢？怎么这么脸红啊？姐夫，我们几个人里，你到底喜欢哪个？我喜欢你们里面，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我们成年人